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来自 Jordan 的 Luka 5同期期的第5代签名鞋，全掌 Cushioning 3.0加上全掌的 Zoom Strobel， 中底配置直接拉满，绝对可以算是 Luka 的签名鞋当中配置最高的一双，没有之一。不过重量表现就相对比较平庸了，单只 42.5 码的重量，差不多在420克左右，中规中矩，算不上轻质。而且因为它的中下部分重量占比会稍微有点偏大，上脚之后的坠脚感会有些明显。如果体力不是特别好，它确实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确实这一双 Luka 5有着全系最出色的中底配置，但是在视频开头我就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双鞋完全不值得购买。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接下来就跟着当子的节奏一起深入了解一下这一双东契奇的第5代签名鞋 Luka 5。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在脚型适配方面，这次 Luka 5用的依旧是一个正常宽度的鞋楦，但是因为它在球鞋的两侧并没有使用什么硬质板材的补强，而且它的鞋面材质整体偏软，又有着一定的延展性，所以它的脚型适配范围非常广，从窄脚到宽脚基本上可以做到全覆盖。不过宽脚的兄弟们可能需要稍微磨合一段时间因为它的内衬材料整体偏厚，并且在上脚初期鞋面也并不像磨合完成之后那么软，得稍微磨合个10几分钟，把内衬穿瘪，把鞋面穿软，这样就可以完美适配你的脚型了。但是它的鞋面材质是真的特别软，很难想象一双篮球鞋的鞋面材质居然可以做到这么软，配合上它厚实的鞋面填充，确实能够给到我们非常出色的鞋面舒适度，但是它的鞋面强度完全不够用。穿上它打球在不做其他保护措施的前提下，比如说是打脚或者是佩戴护踝，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完全不敢去做一些大幅度的横移，在变向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它的鞋面兜不住我们的双脚，做一个变向，感觉脚都要从鞋里面飞出去了，一点安全感都没有。而且它偏厚的内部填充还导致了它的透气性比较糟糕。虽然鞋面的材质确实还挺透气的，但是它的内部填充实在是太厚了，夏天穿一定会特别闷脚。在意透气性的兄弟们，建议还是尽量慎重考虑。当然，它的中后段锁定做的没什么问题，在实战的过程中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情况基本上不太会出现，也算是这一双鞋在鞋面方面为数不多的优点之一了。而它的中底全掌的 Cushioning 3.0加上全掌的 Zoom Strobel， 你甚至都不用自己上脚去切身感受就光听它的中底配置就知道它有着绝对顶级的脚感体验。一上脚，那澎湃的踩实感就直接会从脚底传至我们的天灵盖，甚至会比一些大家比较熟知的脚感好鞋，像是 AJ39KD12之类的鞋款都要来得更软一些。就光说到这大家应该就已经知道了，它的中底会非常肉，再加上它偏高的中底重心，它给到我的脚感反馈，我甚至都觉得这完全不是一双篮球鞋，它的中底更像是一双厚底跑鞋的感觉。中底又厚又软，踩下去就跟踩在棉花上一样，在发力蹬地的时候，中底的响应会有明显的迟滞，甚至穿上这一双鞋之后，你会完全失去跑跳的冲动，失去对比赛的兴奋度，双脚会有一种跟灌了铅一样的无力感，真的特别难受。那有着这么顶级的中底脚感，大家一定会觉得它的缓震表现应该会不错，对吧？但是现实往往就是那么的残酷，它的缓震力度确实非常拔群，中底的行变空间非常大，但是它的缓震极限就有点不够看了，因为中底的密度过低，导致了它的中底特别容易被踩穿。我190斤的体重，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它的中底被我给踩穿了，震感非常明显。如果你对于缓震有比较高的要求，不好意思，它并不能满足你。而且在此基础上，它的后跟稳定性也非常糟糕，较软的中底材料加上偏高的重心，再加上后跟外部并没有使用任何硬质材料进行补强，真的可以算是 buff 叠满一上脚一用脚后跟着地，你就知道完了。这一双鞋的后跟行变空间巨大，对于脚踝力量的要求特别高，如果你没有出色的脚踝力量，我劝你还是尽量不要去考虑这一双鞋了，到时候崴脚了，可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当然，除了上述的这些缺点之外，它在其他方面的表现确实还不错，中底过渡非常棒，不管是正常跑动还是蓄力起跳，它的中底过渡都特别丝滑，不会有任何的断层感。不过就是因为它的中底过软，在蓄力起跳的时候会有非常明显的泄力感，有种有力使不出的感觉，就特别难受。中底为数不多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可能就是它的中底抗扭了。球鞋
鞋内外两侧的这2条 TPU 键能够很好的起到提升球鞋中段刚性的作用，在实战的过程中，不管做什么动作，它的鞋身姿态还是可以保持住的，不会出现特别夸张的形变。就是鞋面啊，真的有点太软了，即使这2条 TPU 键的覆盖范围这么的大，也还是没法弥补它鞋面强度方面的不足，这一点啊，真的特别可惜。而至于它的外底，整体表现还算不错，大面积的人字纹纹路能够给到我们非常出色的止滑效果，而且啊，因为纹路的深度也还不错，要用来打外场也确实没什么问题。但是只要你的目的是为了实战，那就千万不要去考虑它，这就是一双完全不适合实战的篮球鞋。卢卡5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F 级，糟糕的鞋面体验加上糟糕的中底体验，很难想象这一双鞋居然会是东契奇的签名鞋。它的鞋面和中底给我的感觉真的像极了一双厚底跑鞋，日常穿着走路它确实很舒服，但是一旦要加上一些横向的移动，它就完全不适合了。如果你的目的是打球，是实战，千万不要选择它，选择其他任何一个鞋款都会比它要好得多。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洋洋球鞋，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大家有空来做 ，Peace。